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《西游记》中难倒孙悟空的火焰山名闻天下，火焰山壁寸草不生，赤红色的巨大山体上逐层遍布着岩石褶皱，炎日下如同烈焰熊熊，火蛇燎天，故名火焰山。这里是中国最热的地方，火焰山山体地表最高温度可达82.3度。这个盛夏，我们一起踏上这片炙烤中的大地，来一次火焰山的寻味之旅。山下的火焰山镇是吐鲁番市高昌区下辖的一个镇子，小镇不大，共有4个村子，街道两侧就是当地人的住房。我们第一站的目的地就直奔夜市，去尝尝当地一道著名美食。晚上8点半，火焰山的太阳还迟迟不肯落下。此时的气温已经下降了不少，36度，在火焰山算是凉快了。请问怎么卖的呀？2块1公斤。哦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这个也叫馕是吧？哦，好好，谢谢您。微信支付收款10元。夜市街上很多家店的招牌都是黄面烤肉，火焰山当地的美食就是它了。我们要去的还在前面，是著名的一家。这是新疆有名的甜瓜，虽然长得有点像南瓜，但甜软多汁，又名老汉瓜，是没芽都可以吃的瓜。由于瓜皮薄不易保存，运输困难，所以在新疆之外很难买到老汉瓜。吐鲁番的葡萄已经上市，
这些都是自家种的，每公斤6元，还有晾晒好成串的葡萄干儿。这2家相对的饭店就是著名的，是因为饭店名字本身就叫著名黄面烤肉，当然也是来到火焰山的游客们最常光顾的餐厅。除了火焰山特色黄面烤肉，还有很多其他新疆美食，烤鱼就是其一。这种飞翔式的烤鱼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技艺，源自生活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维吾尔族人。用红柳枝把鱼穿好，插在火堆周围慢慢烘烤，待鱼烤到7、8分熟时，再撒上盐、孜然、辣椒粉。这种就地取材原始方法的烤鱼一直保留到现在。新疆美食中怎么能少得了羊肉？羊蹄儿是从西北到新疆广受欢迎的美食。黄色大块的是面肺子，与它常一起搭配吃的是米肠子，摆在最中间粗粗的是面筋。米肠子和面肺子其实在口感上很像面食。面肺子就是将洗去面筋的面浆灌入羊肺中，而米肠子中装的是大米混合了羊下水。切块凉拌是最常见的吃法，25元1公斤，一般一小份不到10元。
接下来这是主角黄面，颜色黄亮是因为面中加入了蓬灰。蓬灰来自于戈壁滩上的植物臭蓬蒿，蓬灰并不臭，被称为拉面剂，加入面中是为了有更好的弹性。最大盆中的是蛋花汤，这是当地黄面最重要的一味调料。汤汁味鲜，勾了薄薄的芡，丝丝蛋花飘在其中，与蒜汁、辣子等调料一起，为黄面打下了鲜爽料汁的基础。一份黄面中还包含了凉皮、凉粉。夏日炎炎，这样一道凉爽小吃，小伙伴们猜猜是多少钱呢？3元一份，有没有感到很意外？黄面是师傅们拉出来的，制作并不简单。一大块淡黄色的面团在拉面师傅手中，最终变成一根一根柔韧的黄面，下锅煮熟，色黄晶亮。烤包子在新疆太常见了，3元一个，在各地价钱都差不多。面皮儿擀薄，包入肉馅儿，四边折合成方形，贴在馕坑内壁上，10几分钟就烤熟了。后面的就是馕坑。这是已经切开的烤全羊。新疆的烤全羊外皮焦脆色黄，是因为涂抹了一层面糊的缘故。要几个？4个，我小和小王。吃黄面肯定要配上烤肉，鲜羊腿肉4元一串，肉大味香。Ikaw wala ko na sila. Baik, serahlah sewaktu. Memang siapa kerja? Untuk saya kira untuk best tau betul. Asal untuk aja masuk. Mana 29 apa?
在吃黄面之前，我对于它的想象应该是和凉面差不多，外加3元的价格让我更加坚信，这应该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粗凉面。但实际它的味道很惊艳。首先在料汁上就下足了功夫，深色的并不是辣子，而是香蒜油。单就这一味料加到任何一份面中，拌出来都是很好吃的。还有之前看到的蛋花汤汁，真正吃的时候才体会到绝妙之处。薄薄的勾芡让每一根黄面都被酸爽的汤汁包裹。再说黄面的口感，那就更让人意想不到了，它竟然是软嫩的。我以为会根根劲道有弹性，没想到一口咬下去，面软味鲜，和料汁混合的天衣无缝。烤肉好吃自然不用多说，典型的新疆大火式烤法，边边角角会有焦脆感。每天都好吃的很好的。哎，把刀收了。Net. Yang. Mau. 5元一盒的冰淇淋很推荐大家尝尝，我一共吃了3盒。当地传统工艺生产，独特老味道，完全不同于平时吃的冰淇淋。广义上的火焰山其实是一座长约100公里的山脉，呈东西走向，横亘于吐鲁番盆地中。火焰山独特的自然地貌，加之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3借芭蕉扇扑灭火焰山烈火的故事，使火焰山神奇色彩浓郁。火焰山为天山支脉之一，形成于5、6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山运动时期。千万年间，地壳横向运动时，留下了无数条褶皱带。经过大自然的风蚀雨波，形成了火焰山起伏的山势和纵横的沟壑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第一次经过火焰山的时候，曾作诗：“火山今始见，赤焰烧鲁云。”44度的高温，只有真正站在火焰山脚下，才能切身感受到灼热的炙烤。周身热浪翻滚，让人透不过气来。裸露的地表在太阳烘烤下，温度可达75度。沙里烤鸡蛋并不是传说。
火焰山虽然高温难耐，但山体却又是一道天然的地下水库大坝，阻挡了由戈壁历时代下渗的地下水，使潜水位抬高，从而造就了多处水源，滋润着吐鲁番盆地上的数个绿洲。在历史长河中，吐鲁番占据着重要位置。丝绸之路上，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，今日仍可见故城遗址、西域石窟，怀想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繁盛。山腰处麻扎墓葬对面是守墓人后代的村子。麻扎是阿拉伯文的音译，意为圣徒墓。这座已有2600多年历史的麻扎村中，有新疆现存最早仍在使用的生土民居，如今已成景区，约50户村民依然生活在这里。火焰山下是连成片的葡萄园。南北朝时，吐鲁番就已是重要的葡萄种植产地。从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考证，当地种植葡萄的历史在3000年以上。吐鲁番培育出的葡萄品种超过560个，葡萄每年的产量达144万余吨。
寸草不生的火焰山脚下，为什么能有如此多的葡萄园呢？炙热的戈壁滩上有许多隆起的土堆连成一线伸向远方，它们的名字叫坎儿井，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，与京杭大运河和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3大工程。坎儿井是新疆独特的一种水利灌溉工程。一个完整的坎儿井系统包括竖井、暗渠、明渠和蓄水池。这些隆起的土堆其实就是坎儿井的井口。古人在地下开挖数十甚至上百公里的暗渠，将渗入地下珍贵的天山雪水通过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一路引至绿洲。其实坎儿井并不是新疆独有的，还分布于亚洲中西部国家和地区，如伊朗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沙特等等。新疆吐鲁番地区有上千条坎儿井，孕育了绿洲文明，浇灌出世上最甜的葡萄。这一次的旅行有火热难耐，有酸爽好吃，有甜蜜多汁，希望能带给大家一次不一样的体验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